大家好，我是猫盾。今天我们来聊魏国的命魂武将许褚。一阶命魂会让许褚在释放命魂技时，对敌方当前护盾量最高的武将造成300%伤害，并附带自身总护盾值100%的真实伤害，不超过自身最大生命值100%。这是一个少数伤害倍率可以超过300%的命魂技。不过，虽然伤害倍率看似很高，但因为许褚自身不带增伤，所以打出来的伤害其实是不高的。许褚真正的输出，全都是靠身上的护盾量而打出来的真伤。官方给的护盾真伤也相当大方，直接就是同等的100%护盾量真伤，身上有多少护盾就能打多少真伤。而且最大伤害上限也给得很大方，最高可以直接打掉许褚一条血量的真伤，真的非常暴力。但在实战中，除非对面没有助战相柳，否则许褚还是很难有机会打出这么高的真伤的。一阶命魂的第二个能力，若许褚攻击后敌方武将不处于护盾状态，则将其撞飞2回合，并对其相邻武将造成1半的伤害。若攻击后敌方武将仍处于护盾状态，则将其撞飞后立刻取消撞飞效果。许褚命魂技真正的作用，其实就是削盾，然后直接将对手撞飞2回合。能不能打死人不重要，只要能打掉对方的护盾，让他消失2回合，就算完成任务了。撞飞有多强，看看公孙瓒的开局，撞飞一直被官方锁着，你就知道他的影响力有多么大。许褚的撞飞效果和公孙瓒的撞飞是一样的。在敌方消失的2回合，所有相关的被动效果也会全部失效。消失2回合足以对战局产生巨大影响，若消失的是前排主力输出，恐怕等到他回来时，早就胜负已分了。不过许褚的撞飞，并不像专武公孙瓒的撞飞一样不讲武德，在战斗还没开始就把对手撞飞了。许褚的命魂技是打在对面护盾量最高的武将身上的，所以这是个彼此之间护盾量的较量，只要许褚身上的护盾比较高，就能把对手撞飞。也因为需要护盾量的关系，所以命魂许褚的撞飞其实只能在盾队里使用而已，并不像专武公孙瓒可以随心所欲的就撞飞，两者在泛用性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。3阶会激活光环效果，使己方魏国武将对处于护盾的武将造成的伤害结果提升30%，加强了魏国武将打盾的能力。3阶命魂同时也会使未处于护盾的敌方武将造成的伤害结果降低30%。这个效果不仅可以用来对付不完盾的队伍，配合魏国对拥有护盾武将伤害结果提升的效果，也可以做到破盾后降低盾队武将的输出，提升盾队内卷的胜率。光环的第3个效果会在每回合结束时，使敌方的护盾获取量降低40%，最多叠加2层。效果没有回合限制，会持续直到许褚被击退为止，这又是一个妥妥的盾队内卷技能。许褚的光环会让敌方第2回合的护盾获取量剩下60%，第3回合后再叠1层，护盾获取量就会只剩下20%。精准地打击了盾队的护盾量，会随着回合数增加而越来越厚的特性。光环的第4个效果还会使己方处于护盾的武将格挡率提升6%，若为魏国武将则效果翻倍，效果一样会持续直到许褚被击退后才会消失。许褚一方面加强己方持有护盾时的能力，另一方面又在打击敌方护盾的获取量，这会让同是盾队的队伍没有命魂许褚就会吃大亏。许褚的5阶命魂又给了一大堆效果。第1个效果会让许褚在释放吞食天地时，使我方所有防御型武将获得80%最大生命值的护盾和治疗，同时使敌方全体武将下一次获得的增益效果失效，每回合最多触发1次。吞食天地是许褚释放怒弓后的一个附加技能，原来的吞食天地只会攻击全体，造成目标5%最大生命值的伤害，并为许褚自身治疗同等伤害的治疗量。
武红后，吞食天地就变成了防御型武将专用的治疗和回护盾技能。虽然效果只对防御型武将生效，但这个治疗量和护盾量给的都十分优秀。开了武红的命魂许褚就这样摇身一变，成了盾队的奶爸。不过防御型武将毕竟不像辅助型武将一样回怒那么快，所以许褚的补量虽大，但次数却不频繁。五阶命魂给的，使敌方全体武将下次获得的增益效果失效，也是个很好用的技能，因为它的范围是全体，而且必定会触发。当中的增益也包含了护盾在内，可以用来打盾。五阶命魂的第二个效果会提升许褚的开场光环，使己方武将受到的过量治疗有 60% 概率会转化为护盾，并同时使所有敌方武将扣除过量治疗带来的护盾值，效果每回合最多触发3次。简单来说，这又是一个可以为己方加盾，同时削弱敌方护盾的盾队内卷技能。五阶命魂的第三个效果会在第2回合后才开始启动。第2回合后，每回合开始，许褚都会额外释放1次吞食天地。这么一来，就可以解决防御型武将回怒慢、释放怒攻效率不高的问题。可以稳稳的，每回合开始就为我方全体防御型武将回血和回护盾量。在许褚首次自动释放吞食天地时，还会使敌方防御型武将的最终暴击率降低 40%， 暴击伤害降低 100%， 同时使我方的防御型武将最终暴击率提升 50%， 效果只持续1回合。这个效果就是专门用来打击 SP 司马懿的。SP 司马懿在第2回合发动的龙魂技将会决定种的伤害，而种的伤害又会影响后续 SP 司马懿的所有输出。可想而知，如果一边有命魂许褚，而另一边却没有，双方 SP 司马懿的输出差距会有多么的大？没错，这又是一个盾队用来内卷的技能。如果双方都有命魂许褚，在双方的暴击伤害都被降低的情况下，暴击率反而还有 10% 的提升。说到这里，命魂许褚的定位其实也已经很明显了，它就是个盾队专门用来内卷的角色。盾队带不带武红命魂许褚，就像步兵和骑兵赛跑一样，对胜率会有极大的影响。抽取建议：由于命魂许褚的技能都是围绕在卫国、防御型武将和护盾之上的，所以它也只能在盾队里使用。目前许褚能进的队伍只有 SP 司马懿队和蜀控队，其他队伍都不会用到，可以不用抽。魂许褚最大的意义还是在盾队内卷，所以要抽就要直接抽满5红。拿3红许褚去硬碰人家的5红许褚是完全没有意义的，所以无法抽满5红，那就索性不要抽了。另外，命魂许褚最好的拍档是命魂张星辰。有这2只命魂在一起组队，强度才会比较高，但想要2只都一起抽的成本可不少。如果只能抽1只5红的，那还是放弃许褚吧，没有至少3红的张星辰，恐怕命魂许褚的强度也会很有限。所以只推荐能同时把许褚抽到5红，至少把张星辰抽到3红的玩家抽取。另外，这边也修正一下之前对命魂张星辰的看法， SP 关羽上线后，不同时期的队伍会有很多变化，张星辰不会是 SP 关羽固定的队员，和 SP 关羽最搭的命魂其实是马超。命魂许褚和命魂张星辰虽然也能搭配 SP 关羽上场，但对比 SP 关羽上线前，这2只命魂的上场率还是会有所下降的。由于 SP 关羽在1月尾就会上线，所以命魂许褚真正的强势期其实只有不到1个月。SP 关羽上线后，盾队就不再强势，所以跳过许褚，直接去补5红马超，或许会是个更好的选择。命魂许褚在之后的 SP 曹仁盾队中依旧可以上场，所以抽不抽命魂许褚，就看你想不想玩魏国盾队。盾队的优势还可以体现在需要组成多支队伍的时候，因为它和火烧、女团一样，队员都比较专，可以在尽量不影响其他体系的前提下组队。
若只以二线队伍的角度来看，盾队的整体强度和强势的时期也比火烧和女团更长。如果没意外，老区在 SP 关羽后就会开启巅峰赛，到时盾队就一定可以派上用场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